圣诞节快要到了耶，竟然已经年末了。那 Netflix 12月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影集还有电影要上架还有下架咯。像这个月呢会上架很多圣诞主题的番外篇，还有最重要的鱿鱼游戏。那下架的部分呢，像是有蜘蛛人啊、大娱乐家，大家要赶快抓紧机会哦。那我们今天呢，除了介绍影集还有电影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穿的非常的38呢？因为我想说这个影集系列如果每次都穿的差不多，那你太无聊了吧？所以我想说有一些主题啊，让大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今天是扮成什么角色，虽然我觉得很难猜啦。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 Netflix 上架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是12月06号莎宾娜卡本特无厘头圣诞。在这部特辑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流行乐小天后莎宾娜卡本特与歌手来宾同台登场，大放送圣诞迷你专辑 Fruitcake， 还有其他公站排行榜的热播圣诞金曲，让观众一饱耳福。就算你不记得 Sabrina Carpenter 这个名字呢，今年的洗脑神曲第1名应该就是 Espresso 了吧？你绝对有听过。那在这个圣诞特辑里面呢，其实就是记录它令人惊艳的一些音乐表演啊，或是爆笑客串，还有很多其他的彩蛋啊，或是片段。所以它有点像是把 Sabrina Carpenter 她平常上节目啊，或是她自己在制作 MV 之类的一些幕后花絮，把它集合成一个 Netflix 的短集。然后里面可能也会带到很多她跟其他歌手的合唱片段之类的。如果你很喜欢 Sabrina Carpenter 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哦。然后这一部蛮特别的，就是平常 Netflix 在台湾上架呢，通常都是下午3点或4点，但是这一部呢会在台湾时间的12月7号上午10点首播，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咯。再来下一个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是12月21号剧场版 Spy Family Code White。那这个呢不是第3季哦，而是今年1月已经在台湾上映的剧场版。而且这个票房非常的夸张哦，不只是破亿，而且一直都在今年票房的前10名榜单上诶。我那时候竟然没有去看，然后现在录影的当下呢，这个猛毒3还有魔法坏女巫也在急起直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魔法坏女巫？据说评价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一次的剧场版呢，主要的剧情就是顶尖间谍黄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他遇到了任务进展的危机，那顺着局势呢，使得佛杰一家可以第一次真正的家庭旅游。那可爱的安妮亚这次到底是再次拯救世界还是差点毁掉世界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哦。这一集我一定会看，先打个勾。再来下一个呢，就是大家真的超级期待，然后所有的留言都说他们看完鱿鱼游戏就要直接把 Netflix 对定的12月26号鱿鱼游戏第2季要上映了，应该说上架啦。那故事剧情呢，大概就是3年前鱿鱼游戏由4、5、6号选手胜出，他原本想要远走高飞，但是在搭机赴美前临阵反悔，决心展开新计划。喜勋再度投身这场神秘的生存游戏，又再一次赌上性命，与一群新的参赛者一起争夺高达456亿韩元的奖金。那导演黄东赫凭着这个剧本，在76届艾美奖写下纪录，成为第1位赢得戏剧类影集最佳导演奖的亚裔导演。那这次的回归呢，他一样身兼了导演、编剧还有制作人的身份哦。这部剧很特别，就是因为他一样都是日本那种大逃杀的后辈，但是过去真的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他一样获得那么大的声量。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文化输出因为大家发现那个鱿鱼游戏播出来之后，大家所有人都开始玩那些韩国特殊的童玩，还有一些小零食啊什么的，所以就真的蛮成功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那种人性丑恶类型的作品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鱿鱼游戏咯。而且听说第2季孔刘的戏份会大幅增加我个人超爱孔刘的，一定会看。再来下一部呢是12月1号罪恶真相，它故事大纲呢是在讲一起离奇的坠楼事件，一场婚姻与人性的残恶剖析，真相与谎言又会如何浮出还有崩解呢？德国女作家珊卓还有法国籍的丈夫以及11岁的儿子跟一只狗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偏远的小镇，他们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某日呢，这个丈夫竟然因为意外坠楼身亡，然后最大的嫌疑人竟然是妻子，重点是唯一的关键证人竟然是眼盲的儿子哦。那这部电影呢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入围许多奖项的犯罪嫌疑电影，更是狗狗金棕榈奖的得主。但是大家刚才听完那个剧情应该就知道不太适合剧透太多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法庭戏啊，或者想要看这只狗多会演戏的话，一定要看这部哦。这只狗就是爆红啦。再来下一部呢，要来介绍12月1号上架的情书。住在神户的渡边博子在未婚夫藤井树山难身亡3年后的忌日，前往探望未婚夫的母亲，并且意外发现了一本国中毕业纪念册。女主角因为无法忘怀对未婚夫的思念呢，所以依照当年北海道的旧址寄了一封信，以寻求内心的慰藉。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寄到了一位同名同姓的女子手中，而且这名女子还是未婚夫的国中同班同学。阴错阳差之下呢，这2名女子开始书信往返，一场追寻藤井树的爱情故事在
回忆还有思念当中娓娓道来。这部1996的经典电影听说当年风靡全台湾，并且影响了非常多人呢，然后也让非常多人开始向往北海道的雪景。导演岩井俊二呢，真的把画面都拍得超级漂亮的。这部呢非常适合喜欢看那种淡淡的爱情剧的那种人，非常适合。然后今年在 Netflix 上架许光汉主演的《青春18×2通往有你的旅程》，里面非常多的场景设计也是在致敬这部电影哦。所以呢，各位许太太喜欢许光汉的人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部经典老片哦。再下一部呢，12月1号上架的《我的完美日常》。平山呢过着简单的生活，在东京从事厕所清洁的工作。那除了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之外呢，他也非常喜欢音乐啊、书本或者是拍照。结果呢，一系列的不期而遇，逐渐揭露他的更多过往。要怎样扫厕所也扫得很帅呢？就是看这部就知道了。日本的职人精神还有大叔的魅力的结合体，就是这一部《我的完美日常》。老了依然帅的伊索广司，加上本来是被邀请来拍东京奥运宣传片的文温德斯，加上一些经典的西洋流行音乐呢，让这部电影都富有诗意哦，就是感觉会是比较小文青的风格嘛。而且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在片尾呢，它有放上整部电影的一个理念哦，那个画面是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啊，非常的感人。所以呢，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再来是12月11号上架的《百年孤寂》，欢迎来到马康多，这座神秘的河畔小镇只有20几处人家，魔幻和写实的边界呢分不太清楚。伯恩第家族的故事由此展开哦，故事还得从一段禁忌之恋开始说起，世世代代没有办法摆脱过往的纠缠，诅咒的阴影一直到现在都伴随着他们。这部呢是由贾西亚马奎斯笔下的同名剧作改编。那有人愿意把它改编成影集，真的是非常猛的一件事情，因为原著小说真的是魔幻写实的代表，而且诅咒这个理念就是围绕着故事当中的所有人，所以画面也有很多非常诡异的元素哦。所以不知道 Netflix 这一次的改编会不会也像原著一样非常的重口味，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打破三观的剧情呢？真的非常的期待哦。再来呢是12月12号要上架的《金孙暴富攻略》，这部温馨喜剧呢上半年正风靡整个东南亚哎，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故事呢是在描述主角小安决定辞去工作，到家中照顾罹癌的阿嬷，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孙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原来只是为了得到遗产的计谋。因为他其实是听闻了亲戚小梅从阿公那边继承了价值1000万的房产，所以他就也想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想要费尽心机取得阿嬷的信任。没想到呢，主角费尽了千辛万苦，想要博得阿嬷的好感，真的跟老人家相处久了之后，发现了许多事情。朝夕相处之下呢，主角小安心态逐渐有了改变。这是一部还蛮适合圣诞节啊或是过年的片单，感觉是那种全家人适合一起看的温馨喜剧哦。所以圣诞节啊、过年什么的，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一起追起来。再下一部是12月16号即将上架的《龙与地下城：盗贼荣耀》，一名魅力十足的盗贼，还有一群冒险家踏上一场史诗般的劫盗旅程，目的是夺取一件遗失的古物。我之前呢，其实非常想要看这部电影哦，但我后来发现它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它里面是有一点搞笑成分的，而且呢，它还包含了像是角色扮演啊，或者是蛮丰富的世界观，所以是一部冒险动作片，但是又有一点搞笑风格这样子。但是因为它跟桌游有关系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会不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桌游的梗，所以看不懂。但是蛮意外的，其实不太有这个问题存在哦，所以很多影评人都觉得这一部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如果你看过《怪奇物语》那部非常红的影集的话，你大概会非常好奇他们在玩的那个桌游是什么，其实就是这部电影。它整体来说呢，其实算是轻松的爽片，就算你没有玩过同款桌游，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男主角是伯杰顿家族的男主角，非常帅，这部是一定要看的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 Netflix 12月即将下架的作品。那目前公布的其实比较少一点啦，因为他们会陆续公布。那以下呢，我们要来介绍3部超级英雄领先主演，还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赶快看的电影哦。首先第一个呢是12月5号即将下架的《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它的第1集啊，就是蜘蛛人新宇宙那一集，其实是一个蛮经典的例子，因为它让很多动画师都知道，其实你可以去尝试不一样的风格，而且重点是它又拍得很好看，所以大家才对动画片又有了另外一股信心吧。那这一集呢，就是蜘蛛人穿越新宇宙这一集，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认可的多重宇宙的漫威系列电影。它就是把很多不一样的动画元素啊，还有媒介结合起来，就有不一样的感觉。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蜘蛛人的彩蛋，所以不论你今天是想要看美术设计啊、动画还是配乐，甚至你单纯只是想要看蜘蛛人对战蜘蛛人的话，你都可以在这部电影找到你想要的元素哦。
再下一部呢是12月6号即将下架的大娱乐家，这部呢是一部音乐剧电影。其实我个人是对音乐剧电影是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这部电影呢是由鬼才导演麦克格雷西所执导的，是一部大胆的原创音乐剧电影。它就是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像是马戏团啊，或者是大型娱乐表演，把它搬上大荧幕，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唤起观众对于未来或是梦想的无限想象。那这个故事大纲是在讲述传奇马戏团始祖休杰克曼主演的那个主角呢，他如何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无名小卒，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能够将欢乐、感动、勇气与泪水带给大家的一个主角。他把这些感情元素都融到了他的表演当中，希望可以把这些感动散布到全世界。而且大娱乐家背后的那个音乐团队呢，也是越来越爱你的同一个团队哦。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配乐其实都非常好听，还有更不用提到里面的卡司阵容哦，就是除了休杰克曼之外，还有 Zendaya。你们知道 Zendaya 有演这一部吗？我听到的时候是吓一跳。而且另外呢，还有能唱能跳的柴克艾弗隆、蜜雪儿威廉斯以及雷贝卡佛格森。那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喜欢音乐剧电影，就是觉得一言不合就突然开始唱歌，非常的出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部电影据说非常的与众不同，就是从头欢乐到尾。所以想要看的大家呢，抓紧机会了，这个12月初就要下架咯。再下一部要下架的是12月19号的2022蝙蝠侠。这个蝙蝠侠版本是罗伯·派丁森主演的那个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完是蛮喜欢这一部的，因为他在这一部呢，他的演技整个就是大飙升，而且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我看完之后觉得我对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那种小生，然后奶油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一部里面呢，就是感觉他变了一个人。就是包含他的演技啊，他的外形啊，他给人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了，有一种突然要升成一线男主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蝙蝠侠版本，然后很喜欢那种强调推理啊，然后爽爽的复仇片的话呢，一定要看这一部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月 Netflix 即将上架还有下架的影集以及电影。那另外补充呢，就是 Max 最近已经上架了嘛，就是11月19号。然后现在呢，我已经看了几部了。第一个是那个预言，就是我之前不一直在说那个沙丘的预言嘛，然后我已经看了2集了，可以跟大家说非常的失望，超级失望的。如果你非常喜欢沙丘那个世界观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谨慎，真的是要慎选，就是不一定要看这一部。我不知道他们花了那么多预算，为什么会请来那么尴尬的演员啦。然后那个剧情也是完全的不顺，因为你知道沙丘里面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剧情，例如说什么喝毒药啊，然后获得预知的能力，但是就是你要把它演得很合理很难。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呢，蛮值得看的，就是《企鹅人》。这部呢，我自己是还没看，但是我们同事已经看了，他非常的推荐这个《企鹅人》哦。所以如果大家已经订了 Max， 或者甚至还没有订 Max， 想要看我推荐一些 Max 的影集或电影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可以做一集特辑哦。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在这部特辑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流行乐小天后重来，还有其他很多的彩蛋。龙与地下城、贼盗荣耀、盗贼荣耀、盗贼鬼才导演麦哥哥。